上合组织峰会，中国凸显特殊作用，多方博弈之下，合作前也要把分歧看清楚。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15日至16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2次会议将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古城撒马尔罕举行。那么在峰会之前呢，中国国家领导人还出访了哈萨克斯坦，还有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方面是总统跟副总理一起到机场停机坪上迎接，乌兹别克斯坦呢也是总统跟总理一起在飞机下迎候。这么这种接待规格也说明两国对中国都有很高的期望和信赖。此外呢，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到撒马尔罕参加上合组织峰会。在俄乌战争背景下，在俄罗斯跟中亚国家前一段时间发生过争吵之后，这些个国家会怎么利用上合峰会这么一个舞台进行合纵连横，也是本届峰会的一个重要看点。尤其是俄罗斯方面会有什么新的态度，中俄之间如何互动。首先我们看一下中国和中亚5国关系的迅猛发展，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来源于俄乌战争造成了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所以他们在略微淡化与俄罗斯关系的时候也非常需要一种新的平衡。当然，这种情况下更不能选择跟美国接近，因为跟美国接近之后，就意味着跟俄罗斯彻底走向对立，这个中亚国家是不敢的。所以呢，跟中国形成紧密联系，俄罗斯应该不会特别紧张，而且跟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能够实打实获得经济跟安全保障，这一点现在美国和俄罗斯谁都给不了。所以哈萨克斯坦还有乌兹别克斯坦找平衡点找的是非常好。而俄罗斯呢，显然有更大的雄心，要好好利用上合峰会这个舞台。以前普京的方向是要以强大胜利者姿态重返西方，但是战场遇到挫折之后，现在又提出转而向东转向亚洲，在棋盘的另一个区域落子。所以在最近的中俄互动中，俄方也是一个花环接一个花环向我们抛。典型的一个发展就是以前修不成的铁路现在没有障碍了，油气输送管道的规划也不绕开中国了，背靠背互相不针对，都维护对方国家安全利益，对大家都有好处。不过呢，合作之中一些具体问题上还是有分歧的，中国不能够因为感情因素干扰自己的立场。比如呢，俄方这次看准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断的打擦边球，挑战红线，所以提出两国领导人要一起谈一谈俄乌问题跟台湾问题，甚至直接称我们为同志，显然是希望我们跟俄罗斯进行交易，我们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的立场，而俄罗斯呢要公开表示支持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但是这个花环中国可是不敢轻易接下来的，因为虽然中国政府说了支持俄罗斯的安全需求，但是中国也一贯坚持乌克兰问题跟台湾问题是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不能进行对比。中国政府还反复说明维护和尊重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完整。如果我们和俄罗斯做这样一个交易，站在俄方立场上，等于是我们要做重大态度转变，要否定过去的立场，要付出极大的外交成本。而俄罗斯只要重复一下以前说过的话就可以了，成本基本为0。所以看上去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好像是对等，但实际上相当于我们单方面被拉上了俄罗斯的坦克。另外呢，俄罗斯还提出把上合组织打造成一个和西方对立性质的组织，这个口号听上去好像很鼓舞，但是上合组织的基本原则就是不结盟、开放性，不针对其他国家或者是国际组织，避免政治对抗和对抗性竞争。而且西方国家里边，比如意大利，最近对中国高度接近，所以现在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对西方国家的策略应该是在不同国家之间，或者在一个国家的内部不同群体之间选择性的分化，而不是无差别扫射，打击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对立而对立，不是我们追求的。再加上上合组织成员国中很多跟我们想法一致，所以想把上合组织变成一个反西方组织、一个军事团体，恐怕也是行不通。总而言之，中国在上合组织正在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主导作用，而且要把这个组织导向有利于中国和周边发展的方向，守住这个方向不被带偏，对我们来讲至关重要。